Hello， 你陈好，部长你好，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我们的空中访民情。谢谢。来，我请你上我们这个非常特别的露营车，因为是10周年嘛，10周年，所以呢，我们就今年做的比较特别一点。哦，这是以前的照片啊。你看，你其实是空中访民情的常客，这10年来你每一年都有参加。你看看，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我看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嘞。还好啦，头发还在。当然，我们不能够说你完全也没有老啦，一定会的。但是我觉得看起来更有智慧啊。对，有智慧，而且有精神啊。我们在这里也准备了很多这些很复古了的一些食品。OK， 你对这些熟悉吗？其实这一些都挺熟悉，因为我爷爷以前开了杂货店嘛，所以以前我们在那里帮忙，所以以前都要卖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拿来吃，因为都得去卖嘛，然后要学会收钱啊。不过有时候像这些快熟面啊、鸡蛋这些，有些因为有时要拿来自己煮东西吃嘛，所以就可能会有用到。部长，我今天有没有这个口福？其实我跟你说，部长来这个10周年没有这么容易的啊！我还以为你示范给我，你煮给我吃吗？哎呀，制作组这样跟我说，我说，哎，这一期有什么不一样呢？他部长会煮东西给你吃。我说，哇，真的哇，我这么有口福啊！那我们就去来让部长亲自下厨煮这个快熟面给我。就是你放上5、6岁的时候，第一次煮那个快熟面了，因为以前在店里面常有许多的客人嘛，他们常到杂货店里面打麻将嘛，所以人家打麻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就站在旁边啊，是想收取那个小费了，然后我们有时就去煮给人家吃咯。你自己就是有没有说在家里煮面给自己吃，还是煮给母亲吃，还是煮给？通常是自己煮给自己吃，或者自己煮给家人吃咯。反正不可能说叫家人煮给你吃嘛，母亲都得去工作嘛，所以你不可能说要等到母亲回来才煮面给你吃嘛。所以从小你要开始自己学会自己煮饭、炒菜这些，照顾好家庭。以前母亲做2份兼职，早上嘛是做那个瓶盖的，就是现在我们喝那些什么鸡精啊，就是有一个铁盖的嘛。晚上呢，母亲是去跟一些跨国公司打扫。就做清洁工作，所以他每次晚上去做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那些废报纸啊都拿回家。所以以前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在家里读的嘛，好像这些什么亚洲周刊啊这些杂志啦，什么经纪人杂志啊。从母亲那边你学到了什么？因为母亲每天大概早上8点就得去做工嘛，她可能做到下午大概3点，回来休息1个多小时，她就去做晚班嘛。母亲的生活不容易，不过从她的身上也可以学到一种纪律了。你要成功，不是只要看你的本领，更重要的是看你个人有没有那种恒心，有那种纪律。所以这也是我希望说能传给我自己的孩子。我常跟他们讲说，其实每个孩子的天分都不一样嘛。所以你可能在某个领域里面，你可能算是较强的。不过，就算你的本领再强的话，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种进取心，有没有那种纪律，有没有那种恒心，去不断的去突破，去克服你所面对的一些困难。你尝一尝，看有没有回到童年的那种味道。我们有的吃就好了。这个我觉得是最朴实的那种味道。尤其因为是你自己煮的，所以有那种参与感，所以我就常跟学生说，其实现在就算你吃的再好的话，如果你没有那种参与感的话，吃起来还是不一样。以前我们拥有的比较少，不过我们会很珍惜，不管是机会或者是书本也好，我们都非常的珍惜。就像以前我母亲讲，人家丢弃的所谓的报纸或者是杂志，我们都得那么的珍惜，把它带回家去，一遍遍的去读，然后不像现在你刷一刷就什么都可以在网上或者是在你的手机里面可以读到嘛。现在可能我们的挑战是我们拥有的比较多，那我们还会不会这么的去珍惜？现在我常到学校去走访，我常问学生说，如果明天你当校长的话，你会做出哪一些改变，或者是提升什么设施啊？现在的学生都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多，在这方面做得更好？那通常那些点子呢，都是要花许多钱的。
那我就常挑战他们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钱的话，我们怎么样做得最好？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他想得更深，他想得更细，怎么样去突破所面对的一些挑战。你自己本身在小的时候，你会玩的一些游戏，因为没有这么多资源嘛，现在你肯定是没有电动的，对，也没有手机。那你以前小时候是玩什么呢？其实以前我们小时候什么都可以玩，就算我们自己去制造一些玩具也可以。比如好像你说以前我们跳绳啊，是自己用橡皮筋，是橡皮筋接起来了啊，所以这也可以玩。我还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因为可能在学校里面什么足球啦、篮球啦都没有这种设施的嘛，那我们抓几粒石头也可以玩的吗？小学的时候呢，我们每次休息我们就会玩这个。这个哦 ，Five Stone， 你会玩吗，部长？会这个以前小时候会玩吗？我看这些游戏是我小时候玩的，对呀，讲 Five Stone 嘛，应该是更加的 primitive 一点。我猜啦，没有，他是讲我年龄跟你差很多。没有，我不是说你年龄跟我一样，我是讲我年龄跟你一样。我已经忘记了，因为到了最后你全部剪了之后，然后好像要一个选一个吗？来，我给你拿着这个啊，你等下最后一个还要去换一换呢。哦，对，是要换一换什么的。第一个是一个拿一个，第二个是一次拿2个吗？但其实我就觉得以前小时候玩的东西呢，都会，因为它不是那么比较简单呐，你要去用头脑去想，去创新嘛。那种玩的规则你可以不断的创新嘛，所以同样的东西呢，你可以用不同样的方法去玩嘛。来，你试一下。来，这个呢要考。部长，我拿到了一些很特别的照片。当当，你知道是谁吗？看起来应该是我吧？你自己都不认得自己吗？我们有你2张旧照片，对，刚才找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我的。随便找。从这边哦，应该可以猜一猜了。但是有有你在里面吗？我想应该是有我。我看一下，这应该是以前在参加童军的时候。然后这一些所谓的木架嘛，都是我们得自己亲手去搭的。分享一下那个时候你在中学时候的一些回忆呀。其实我上中1的时候，我在第1个星期就决定了不要参加童军。只有童军得自己去买这个制服。那因为当时我们家庭的背景不是那么好嘛，所以我们就说不要去参加这个童军了。不过到了第2个、第3个星期，就有些学长啊，就是带我们出去野外。久而久之，就觉得说，哎，其实童军呢，那种凝聚力啊，一种跟同僚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那种温暖，是觉得是挺不错的。那就参加了童军。在童军里面有句话说，在军队里面有这同样的一句话说 ，You take care of the man, the man will take care of the mission。你照顾好你周边的同僚。同僚和你一起就会达成你的那个使命。我知道，好像现在的教育方法，包括还有一些课外活动，都跟我们以前经历的有些不一样，对吧？比如这间学校嘛，他们就比较着重于好像这些飞行的一些课程嘛，我们叫做 applied learning。通过这些比较实际的一些生活例子的话，他们就可能更好、更快的去掌握这些所谓的一些新的概念。部长，我们今天来到上育学校，这个上育学校对你来说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的？从很早我就很注意这间学校，因为它对我们的学生的增值是非常的高。它收生是一般平均的学生，不过它所能教出来的学生，在个别领域方面，他们的成就是非常的好。因为这间学校它有一个所谓的少年飞行旅。而且他们都比较着重在这个科技方面，尤其是在飞行科技那方面啊。这里就是它的飞行模拟室。哦，好 ，Hello， 哇，部长好 ，Hello， 你好，部长好。那为什么会想到要有这样的一个课程？
这是我们上虞中学创办了这个以航空为题材的应用实习学习课程。然后我们的中1跟中2的学生都会在每2周上一堂关于飞行原理的一些课程，就让他们可以操控这个飞行模拟器他们的对反应怎么样？这学生的反应？所以起初他们来的时候，一看到这个机器是非常有兴趣。不过没有这么容易要操作这个模拟机，所以通常我们都是用电脑软件先让他们有基本的常识，然后他们才可以操作。对，那主要是希望他们可以学到什么？希望说这个能够激发他们对航空业的一些热忱。我们的希望是每一所学校都有他们个别的长处，比如在这间学校，他们就比较擅长说跟飞行有关的一些科目。所以很多学生他们在选择中学的时候，他们要到这间学校，就是他们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那我们要不要问一下学生的好时候？你今年是中2吗？中3。哦，中3。中3。所以你是中2开始有这机会吗？还是中1就开始有这机会？所以你现在有执照了吗？当然是没有。还没有执照。那你已经学了3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玩的，就是好像能让你模拟，然后感受到做机长是什么感觉。可是坦白说，我看你这样，我觉得有点无聊了，因为我看他就是一直只是在那边，好像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他是高徒嘞，对不对？可能因为他功夫非常深厚嘞。那你要不要示范一下？就是有没有比较精彩的？可以啊，就好像降落了啊，降落，因为人家说其实飞机降落的时候是最那个飞机师的，对他的技术。你会不会咯这样？你不要给他压力就好。OK， 他现在他要到这个樟宜机场降落。对，这是樟宜机场降落。从北方到南方。对。你是已经在靠近机场的。对，这是那个跑道。要看准那跑道。那你的速度是？你是用什么操控那个速度？这个操控。那个是操控我的速度。速度，然后那个蓝色的是。这是操纵我的阻力。阻力呀？对，就是好像。如果我把这个往后拉的话，这个下面的一个阻力会机泥会垂下来，放慢速度了。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耶。坐飞机的就觉得好像你看很简单，手要动，脚要动，眼睛要看。哦，不简单哦。确实不简单。类似这种的视频。降落了。中 OK。以后你要当战斗飞行员吗？战斗飞行员有点难，所以就做普通的飞机师就行。所以以后你可能会载我们呢。请问要不要试试看？好啊，你教我了。可以。今天我拜你为师。如果往左弯的话，它也会往左弯。哦。所以它就下去。哦。就弯。还没有这么快啦，不过应该是可以了。说好，谢谢师傅。谢谢你。除了飞行模拟，我知道你们有无人机的。对。哇，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你好，你今年是中2，今年是中2的。中2，所以你也尝试了这个2年。对。要不要示范一下？你示范一下。这是一个模拟地震的先程，飞在这个 obstacle 里，然后会看有什么任务可以做，然后会飞回这里。这样是，如果是在灾区的话，他用这个无人机做一个模拟的测试，就是先飞到那里，然后收集情报，然后再飞回来。对的。好。所以这个是它的编程。它编程它已经做好了啊，我早就做好了。你早就做好了，所以你现在要试看一下你的编程有没有做成。来，部长。OK，所以按什么？按第一。按这个开始。就起飞了，然后它就自动会跟着你的编程去做。OK，直飞，穿越了那个2个桌子，然后降落在白板上吧，应该是。还没有降落。还没有在白板降落。那个白板就是那个所谓的灾区啦，所以它在收集情报之后，它就自动飞回到这里，降落在原来的位置。那你应该是很简单吧？你们做了那么熟？不会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有时候这个无人机会好像这样子的，它就撞到了。会撞到的，可是他们飞的有时候会有点奇怪的，所以要去调整你的那个程序。好像要调整，因为就是刚才可能是排错了。刚才可以那个高度，现在不可以了，所以每次飞的都是不一样的。有些突发状况嘛，所以你就要再去
修一修你的这个排版。对，其实这种实习方法是非常重要，这是所谓的无人机嘛。但是你要怎样去用？你了解了它的性能的时候，你才能去调嘛。因为可能在他们的编程过程中，你叫它飞这么的高，它实际做起来就可能飞不到那个高度。这台无人机有它一定的限制，所以其实我们要训练它的，不是它只要做一个编排，更重要的是它在整个过程中要怎么样去调整，来克服这些困难。因为我们在人生过程中一定会碰到一些突发状况啊，他们如果去调整的话，去做出反应的话，那其实也是教学法的一大任务。股长到你了，你要用鞭笞来飞还是手控？手控吗？手控吧。哇，手控哎，可以说起飞了，然后就是往前走， OK， 所以要往前走就是比。较高。哦，所以要往前走，你按着它就是那就这样。哦，要甩这样。比较高。哦 ，OK， 然后就停。OK， 看到他们要拍照吗？也好啊，可以拍照啊，拍照这样，这样拍照吗？拍照是这样的。拍照是这样，呀，拍了吗？拍了。哦。然后就收集了一些情报。第一往那点，边就是走，就是要这边。这是控制它的那个相机，这是往前走往后，这是飞行器的往前往后走。哦，它的方向转，也哦可以转的。哦，就你看啊，这样它就转，它就一直转过来，这36，然后它也可以朝360下度的了。好 OK，然后现在你要安全降落，没有，你要回过来。回来。可以小心一点啊。可以啊 OK，还好，OK 还好。然后过来一点点 OK，你要降落就要右按这个。 OK， 没关系，要确认一下是不是OK， 可以降落了吗？这个可以在手上。哦，在手上降落。 OK， 如果你要放往这里来放你的手，然后会降落的。好，我们来试一试，这样。就放这样。对。啊，所以因为他感觉到那个感觉到，他就自己会感觉到那个手，所以是自动降落吗？啊，哦，哇，这个很有趣。小心啊！走啊，对。哎，原来这个无人机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的容易，不过因为会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忱嘛，人生可能会有许多的挑战。不过只要你有那种恒心，有那种毅力的话，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克服它们。部长，你说好像每间学校他们推出这种不同的课程，很多时候也要看老师本身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专长。那我知道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探访的这位老师，他好像是中途转行的。对。哦，所以我们现在在教育部大概可能每10个老师之中有1个都是所谓的中途转行，他们也带来不同的人生经验。那我们去访问他一下。好。嗨，老师好。哎，你好。好。你好，老师。下午好。谢博士，谢老师。哇，你在备课吗？这些都是我们中四学生都会用的哦，然后就是让他们学习一些观众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疾病，比如糖尿病啊，还有一些肾衰竭等。我挺好奇你的背景的，因为老师你是研究生，你是以研究为主的嘛？之前就在加入教育部之前，尤其是在一个研究所担任一名研究员，所以那时候我在修读我的博士学位。我发现我比较外向的人，那研究其实不能让我跟很多人接触。那然后在2018年，我就决定在一所中学学习，然后实习当中呢，我发现说，这每天我都能接触到不同的人与事，然后我就决定在2019年正式加入教育部了。昨天呢，其实我们跟一群中四学生其实做了心脏解剖。哦，心脏。其实想让你尝试的，你想尝试吗？哎呀，那我应该昨天就来了。心脏解剖。那心脏解剖其实我们是用羊的心脏，然后让他们切开。但有些学生其实比较大胆，他们就很敢的就去切开那些心脏，然后可以看里面的结构，还有一些血管啊之类的。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是，就我们有3个瓶罐嘛，我们就把里面的那些样本放在那个试管里面，然后我们就再加入这个药剂，然后就放在。这是什么样本？对，这个是什么？尿液，开玩笑的。哎呀，怎么可能这么清澈？喝很多水。没有，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准备的，就让学生可以看到，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其实会看到一些葡萄血糖。哦，所以这个就是模拟尿液，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就用这个滴管，然后每个人，那你就拿1，我拿2，那你拿了3。
好，好，这个是一个 Benedict solution，然后我们就让部长做吧，好不好？好我们就也是每个试管滴2次，我们就可以放在那个热放水里面。在热水里面。哦，那我们会看到变化吗？会，如果它还是蓝色的话，其实就里面没有葡萄糖；如果它变成绿色，就有一点点葡萄糖；橘色还是红色呢，就是那个人糖尿病非常严重。你从你的原本的那个职业改到当老师，需要适应些什么吗？研究其实我面对的是细胞嘛，但是我改成做教授的时候，我要面对很多人啊，家长、学生还有部长，所以部长没有给他压力就，要适应怎么管理一间教室啊，跟学生沟通，然后还要跟家长沟通。哦最大的变化。所以满足感是在教育部比较大，因为你是塑个人造下一代的一个品格发展。对，那时候在2018年我是新手妈妈嘛，那是我觉得教育下一代其实一个很有意义、很重要的工作。其实对于一些中途要转行的人，可能他们会有一些顾虑。你在转换保套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时候最大的那个困难可能是想我到底能胜任吗？不同的挑战也有不同的哦，一种现在就可我们会不以看到了。会滚得太长时间？对对，第3个其实是应该是最多的，最多的第2也挺糖分多的，其实第2糖分也哇，不少，变红了。那个非常健康，非常健康，对。没有学生糖分。就一目了然，就可以学生可以了解到，如果有糖尿病的话，在尿液里面其实可以看到那个葡萄糖的。我总觉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比较喜欢那种游戏的方法。我们有个挑战啊，或者是你在探索一些不同的世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会发觉到，哎，我有新的尝试，他们就可能比较有兴趣了。那老师本身，你是不是也是因为从事了教育嘛，也要提升自己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学生看到老师也在不断的学习嘛，所以他们也会激发学生的学习态度。我不是毕业了之后就停止学习了，就像老师也在不断的学习，那我也是一样的要不断的去学习嘛。其实我一直在学习，因为我对学习有很大的渴望。就在2022年，其实学校给我一个在那个教师学习计划，其实我到了总部的那个辅导处，把那些知识更好的带回到学校。其实我们今年也有机会到法国，其实去带一群学生和老师去图鲁兹，然后去一个中学来交流。哇，真的。所以现在我们也非常鼓励我们的老师到校外去学习，让他们带回来的那些故事会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忱。我现在听你们这么说，我都好想回到校园了。想回吗？可以的，回来做学生多幸福，还做老师吗？做老师也可以来，我们给你一个份。部长，我看到前面有一个 Dream Lab。哎，这个地方是让梦想成真的地方呢，还是可以去发白日梦的地方呢？其实两者都需要，因为你要梦想成真呢，你有时也要发一发白日梦，哦，你要突破现有的思维嘛。我喜欢，我看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们去看一看。我们一起去。来 ，Hello， 黄老师，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大家好，大家好。Hello，你们 everyone。我看到他们好像不是在做梦哎。没有，他们现在很认真的在学习。这个是什么呢，黄老师？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他们在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还有一个 Tinkercad 的 software 来实现他们的梦想。哦，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想到什么东西，你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很立体的物品。对，创意无限。所以好像你跟我解释一下，你们现在在想要打印什么呢？我设计了一个行李箱袋，所以你可以放你自己的名字在里面，所以放名字在里面，可以放在行李箱的外面。哦，你是在这里设计了之后，然后传讯到那个打印机那边，那打出来，然后就让它这样打印大概2-3小时。哦，他现在在打印吗？对，他在打印这个octopus 像，我们打印出来了。然后我们的Art Department 他们让学生发挥他们创意。八爪鱼。哦，这个八爪鱼，所以是你们设计的吗？是学生们设计的吗？还是？对，是我的学长设计。一开始其实是蛮难的，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想放弃啊。所以，但是如果我们坚持的话，其实是蛮好玩的。做好我们的设计后，打印出来，我们会感觉很骄傲，因为我们已经辛苦了2个月，然后打印出来会蛮骄傲的。我们是希望说学生对这些新的科技有个认识，而且不会觉得陌生，不会觉得有恐惧，因为以后他们到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更容易的去胜任他们以后的任务。我自己是觉得啊，他们现在接触多了，
然后希望他们的想法也会更开拓。以前呢，我们学的时候可能学起来比较单调，因为我们是把一个理念学起来，所以有时我们都不懂学了这个理念呢用在什么地方。现在的教学法是把它倒转过来，他们知道了要怎么样去应用这样，然后他们才去了解这个理念，所以他们在用这些机器的时候，或者用这些新的科技的时候，更容易上手。嗯。那感觉哇，中学多姿多彩。哎，他们在玩什么呢？哇 ，Hello， 你们好。很好。我们从那边走进去，跟他们互动一下。OK， 部长，你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吗？应该是 football 吧？哎 ，football。哇 ，You stay back every day to play. You stay back every day. They stay back for you。部长，你要不要跟他们一起 ？OK。来，部长你来。So I'm your teammate. Hey, Pro man. So you all stay back every day to play, or only today? Sometimes. Sometimes. How often you stay back? Every like once a week, someday. Oh, once a week. But this is open to everyone, right? So you can come and play anytime, right? Yeah. 部长，你会玩乒乓吗？会，乒乓会玩我。我乒乓会玩你啊！我以前是校队的。哦，那以前你是校队啊？小学的时候。你来展示一下嘞。可以呀。小学啦，你让他是校队了，校队了。那你也来嘛？校队。好，你跟我一起啦。啊，我们打包啦，你跟我一起。可以呀。哇，要杀球了，这个没有，真的是校队了。来，喂，好，这个你看，真的是校队啊！要给部长一点权任。哦，反应好耶！这个我不会这么拿拍子的，我这个是新。你们是专业的，我看那些专业的都是。没有啦，专业的是讲专业的是那种有知识的那种。哇，他们有知识哇，很强。然后，对，哇，这个。今天真的是要谢谢部长带我来参观校园，我真的觉得现在的中学跟我以前上的中学很不一样。那我相信当我的孩子步入中学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获得的那些项目会更加的精彩。一定，因为我们也不断的在进步，我们也希望把教学法做得更好，让我们的学生有一个更好的明天。哎呀，真的是谢谢部长，来，空中访民情。每一年来到空中访民情，都学到新的东西，看到新的东西，也看到整个团队的创新精神。希望在继续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创新点子，也祝空中访民情10周年快乐！